大家好啊，我是优步。上一期的视频中啊，我们讲解了《心经》的经文“照见五蕴皆空”是什么意思。我们得知啊，照见五蕴皆空，这是一种空相，它不是一种肯定的结果。也就是说，这一种空相并不是什么都没有，它是从一个我们人的起心动念所显现出来的分别之心，也就是一种相对的现象的表现。那么今天啊，我们接着来学习《心经》的经文，度一切苦厄。度一切苦厄是根据我们人是从业而来的，我们有业就有苦有乐，这些苦乐只是一种业的现象，而不是一个结果。所谓有的现象，就是五蕴色受想行识的内涵。如果从这些内涵去展现它的空相，那才能谈得上五蕴有空了。可是这种空啊，我在这里要特别的强调，它不是一个单一的从有到空，或者没有有也就是空。任何地方谈空，都跟我们的五蕴有关系。如果没有五蕴，也就没有空法可说了。所以才说五蕴是从有相再去展现出它的空相。这个空啊，我们看天空，天空啊，在佛法中称之为太虚，它不叫做太空。为什么他不讲它是太空，而说它是太虚呢？因为空啊，以天空来讲，即使风、云、雨、电没有显现的话，我们眼睛看到它，至少还有一个颜色在。也就是说，至少这个天空，或者我们称为蓝天，它还是有一个相。为什么不说空，而要说虚呢？因为这种蓝色它所显现的相是不实在的。要度脱一切苦厄，就必须从五蕴去着手。五蕴呀，是从色受想行识而形成其内涵，然后去深入的看，最后从那个有的相展现出空的相。如此啊，对于这些不管是苦的、乐的、好的或者坏的，你才可以得度。重点啊，应该是在你的任何一个语言、行为、动作的完成后，它表现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呢？这个结果啊，就是五蕴中最后一个识蕴。识啊，就是认识。你认识到它是什么样的结果呢？在五蕴的修行上啊，就是想行之间，从修养建立起一个空间，所以想行之间建立起一个空间，我们可以称之为间隔。空间越大，思考的机会也就会越多，当然对人对事物的分析也就越理想。五蕴当中的想行之间，如果空间建立的大，除了你本身思考的机会增多以外，同样也会给予别人机会。因为色蕴的形成啊，来自色尘缘境。色尘缘境呢，不离开人或者事儿，这些人与事儿所表现出来的，对这个我而言，是一种色尘缘境。色蕴形成之后啊，当然会有人的感受。如果想和行之间能够建立起一个间隔，能够建立起一个空间，从学习中把你的知识经验怎么样慢慢的用起来，对这个色尘缘境多做一些的认识了解，而是把原有的想法多做一些思考，
这个多做的一些思考啊，并不是在原先的那个感受上去思考，而是把原有的色蕴做深入的思考。你的知识经验越丰富，你从色蕴的认识到那些感受的认识就不一样了。在这个空间当中啊，把那个色蕴、受蕴做了完整的、深入的认识、了解之后啊，你必然会有所发现。而这种发现啊，原来只是一种自我意识，但是你经过了深入的思考以及观察之后啊，你至少就会客观一点，你就会变得更加冷静一点。其实啊，在想行之间的间隔或者说空间做深入的认识了解的话，你对原来那个色蕴的自我意识的有，就可以使它显现成为空。当然啊，进而你的受蕴、你的想蕴就不同了。原来啊是一份不好的，转变之后啊成为好的了。原来的不好就成了空相，显现的是一个好的内涵。所以五蕴它的枢纽或主宰者就是那个想。所以五蕴皆空的空啊，是空其相，不是空掉一切。又比如说度一切苦厄的度，是度脱的意思。我们原有的不好转变为好，就是一种度的样子。所以谈到苦厄，苦是不好受的，厄呢是一种障碍，不好受当然会成为障碍啊。但是以佛法的角度来说啊，乐也是一种障碍。就像人常常会得意，得意啊是一种乐，但得意忘形呢，所以原来的乐就变成不乐了。所以度还是以苦厄来说的。在佛法中啊，离苦得乐，它也是根据什么样的分别心、什么样的苦心而转变为乐心。当然不管苦的大小，如果它成为障碍的话，都会造成烦恼无明，否则啊也就无所谓苦了。照见五蕴皆空的皆空，不是把一切都空掉，而是把原有的那个不好怎么样转变为好。原有的是好的话，就要使它更好，这里面就有一种空相。不好的转变为好，原有的不好就成为空相了。所以原有的好是一个有相，使它更好。那个原有的好就转变为空相，那更好呢，还是一个有相。所以究竟空相，也就是连那个有相都不存在了，可以说它已经达到了一个圆满的境界了。所以空啊不是什么都没有，因为空，所以能度一切苦厄，把那个有相空掉，使这个苦厄这种障碍化解掉、排除掉，这才是这两句话的重点。好，感恩大家，我是优步。